然后我要先讲一个主题概念，就是一篇文章从前到后其实是一个好 SOP，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虽然以前以为说每篇文章好像都很不一样，但事实上每篇文章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OK， 你会觉得很不一样，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太过于着重它的内容。什么意思？就是说，好，以前看文章的时候，我们只会看完之后，我们只会先有感觉。这篇叫做讲黑人的文章，这篇叫做讲恐龙的文章，这篇叫做讲少数族群的文章，我们只会有这种感觉，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讲它的内容。当你想它内容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落入一个障碍，就变成说，很多时候你觉得说，老师，我好像遇到艺术类的题目比较不行，我好像遇到社会科学类的题目比较不行，我好像遇到天文的题目很怕，是不是因为我的知识不够多，所以我就要去补知识、补单字？但是是错的，为什么？你要去永远想一件事情 ，OK？ 好，这个那再讲好了，我们在做处理事情的思考逻辑，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去想一个东西做出来，你不知道这东西在干嘛的时候，你就要想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好 ，GMAT 考阅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好，不知道嘛，对不对？为什么？它是要让你进商学院嘛，对不对？它是要让商学院收到厉害的学生，对不对？请问你？商学院需要知道你是一个对黑人、对恐龙很了解的学生吗？他不会。你如果是商学院的那个就是 officer， 其实懂不懂黑人、懂不懂恐龙，对他来说没有差，对不对？那阅读到底考的是什么？他其实是考的是要希望一个怎么样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文章，你都能够快速抓重点的人。所以换句话说，重点不在考这个阅读的测验，重点不在于什么？不在于说文章的内容你了不了解 ，OK 哦，好，而在于说你读文章的时候有没有抓住文章作者背后想要表达的一些语气或概念，或者是文章它的那个走向 ，OK， 好，所以呢，就会发现说，今天 GMAT 这个考试，好，它的阅读为什么今天都不出没有全部都出商学院的主题？比如说，你以前可能以为说 GMAT 考阅读可能就是考什么？考说会计的知识，考说什么金融业的知识，考说什么企业策略。你可能以为10篇文章都考企业策略，但你真的踏进来翻开 OG 就傻眼了。第一篇文章不跟你讲企业，跟你讲鱼为什么会聚在一起，对吧？然后呢，接下来怎么样呢？越看越傻眼。好，鱼就算了，好，后面竟然还有什么东西？后面竟然还有印第安人是怎么打官司的，对不对 ？OK， 后面竟然还有蛇是为什么不会得痔疮，对吧 ？OK， 你越翻越觉得说这个东西怎么跟 GMAT 商学院要我就越来越遥远，你真的开始怀疑起是不是以后去商学院我都要去学这些科普知识？错了。好，如果今天 GMAT 全部都放商学院的知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代表什么意思？他在考你内容 ，OK？ 但他今天故意放这些有的没的知识，他其实在暗示一件事情：你不可能这辈子不可能变成什么黑人专家、女权专家、动物专家、天文学专家，请你死了这条心。重点不在这边，他暗示你，重点不在于读懂我在讲什么，重点在于怎么样呢？能不能抓住文章里面的少量重点，少量的那个主轴概念 ，OK？ 所以对你来说，请记住哦，内容不是重点 ，OK？ 好。我知道大家很怕内容才会上精英班嘛，对不对？对吧？因为精英班就让你先知道内容，但内容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好，重点是你读文章能不能用一样的流程来去把它的里面的那个核心，等下会考的东西抓出来，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OK， 好，一篇文章有5个流程，5个阶段。好，读第一遍文章都有5个阶段。OK， 好，来，第一个阶段叫做文章前1/3。OK， 好，通常文章前1/3都会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叫什么？这篇文章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东西？有点像是今天辩论会有正方跟反方，但是辩论中间一定会有个辩题 ，OK？ 什么叫做辩题？比如说，我国是否该废除死刑，这叫辩题；我国是否该成立性交易什么特区，这叫辩题。这个辩题怎么样呢？它不会有立场，它会是一个什么开放式的议题。那你说，老师，你抓这个东西要干嘛？为什么要抓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主旨题里面的什么动词加受词，比如说讨论一个关于什么的论点，就是后面那个关于什么的。所以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不要讨论错主题。OK， 主题会在前1/3出现。那文章前1/3通常会有3种分布啦。OK 哦，第一种情况叫什么？你发
发现文章第一句话就直接给你开一个头，说什么 until recently， 有看过这种文章吗？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某某某学者 argue that， 对吗？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像比如说是 traditional theory often 好什么 emphasize that， 有看过这种文章对不对？好，直接一开始直接出现人表达想法，我们叫直接出现论点型的。这个时候，请问你主题是什么呢？很简单，这个人的想法怎么样呢？你把它加上 whether， 就是整篇文章的主题了。比如说，文章一开始你讲说，某个学者认为，今天我们把临床试验，还记得 OG 有一篇文章对不对？医学临床试验的什么样本扩大，可以让怎么样呢？医学界进步。还记得这篇文章吗？你们有读过 OG 吗？OG 是一本就是白色的书，上面写2017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很多篇文章，一定要读过 ，OK 哦。好，来，让什么？让临床试验样本变多，可以怎么样？可以改善医疗，可以改善我们今天的医学研究。那这个时候，它的主题就会是什么？让样本变多这件事情能不能够改善医疗环境 ？OK， 那你懂意思吗？能不能够改善医学，就把它变成一个 whether 的句子。它就是文章的主题，那它的主旨就会是讨论某一个方法是否能够改善医疗环境。能听懂意思吗 ？OK 哦，所以你这样就已经猜到一半的主题答案了。OK， 好，再来，什么叫非直接出现论点？就是一开始不是一个人跟你讲论点，第一句话可能会开始拉一些赛，讲一些背景，比如说过去怎么样啊，比如说好，一开始就跟你讲一个定义，讲说好，在商业世界里面呢，好，人们通常会怎样做 ，OK， 好，会先讲一些事实，好，或者是跟你讲说什么，会不会跟你讲说 ，OK， 今天那个就是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呢，我们说垄断的定义是什么东西，接下来好才开始讲论点。如果遇到这种非直接出现论点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要等到哪里才能抓到主题？就是你要等一下有人开始讲想法的时候。当有人开始讲想法的时候，那个想法的前一句到前两句跟它接在一起就是主题了。OK 哦，好，比如说那一开始可能会讲说，有人讨论，好，今天古典经济学里面垄断定义是怎么样呢？垄断定义是所谓的就是那个市场上只有1到2位的，就是只有1位存在，然后呢会造成市场上的负面影响，好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是学者。现在开始好奇，是不是呢？会真的会有负面影响？然后某个学者表示这样，某个学者表示的前1到2句话，那个地方就会是主题这样子。OK 哦。第3种方法就是什么？在文章前3分之一，只要你发现有这4种类型的语气，它很有可能就是主题。什么意思？矛盾。好，通常矛盾都会怎么写？它不会直接写 它不一定直接写 paradox， 它有可能会用什么字？好，有可能会说 surprising。有可能会说什么 unexpected， 有看过吧？对不对 ？unexpected phenomenon， 有可能是直接给你2个事实，但是他会说这2个事实是相反的。OK 哦，他说原本我们认为怎么样，但是很意外的是，竟然不是这样子。好，矛盾或者是什么问题，他直接用一个问句。好，怎么样呢？他们2个人在 debate whether 怎样，这种 whether。OK 哦，好，就是像那种双面问句。OK， 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疑问句 ，OK， 矛盾问题双面或疑问，或者是一个障碍，比如说空气污染很严重 ，OK， 第一段就跟你讲一个目前的一个问题，空气污染很严重，好，那接下来就问你说，接下来后面学者就会说如何解决空气污染，好，所以基本上啦，第一段如果直接一开始直接出现论点的话，把它变成 whether， 它就是主题。如果没有直接出现论点的话，等你论点出现之后再回来去看这个论点是针对前面哪一句话做承接的，那一句话就是主题。抓这个有什么用呢？让你等一下出题基本上后面一半可以确定 ，OK 哦，好，再来，好，抓到主题之后呢，接下来等第一立场，什么叫第一立场？第一个表态讲事情的人叫第一立场 ，OK 哦，好，就是第一个人讲论点啦。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开始要读他，不好意思，最近一直放屁这样子 ，OK 哦，来，好，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好，没事，好来，好，哎呀，体谅一下，好来，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呢？好，请记住哦，他就开始讲他的论点，对不对？通常这个论点有长有短，为什么？有些时候后面会有新观点，所以他可能就讲短一点。
有些时候它就是唯一观点，可能会讲长一点，一整段。好，所以但 anyway， 当今天这个第一立场出现的时候，你要注意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把它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结论抓出来，中心句抓出来。但这个结论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的好找。OK， 因为它有可能不会给你 therefore， 不会给你 conclude 这些字。好，有些时候是先讲结论，后面讲理由；有些时候是先讲理由，后面讲结论。你不一定那么好找，而且更何况是它今天不是只有2、3行像逻辑题那样，它可能是一整段那样子，你要怎么找？好，那这个方法，我现在讲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你做逻辑题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 therefore， 没有看到 conclude， 没有看到 so 的时候，没有看到关键字的时候，你要怎么找那个结论 ？OK， 好，来，这个方法有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请记住，结论句的语气一定是推论句。OK，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好，然后跟你讲说怎么样呢？树木遇到火就会燃烧。好，怎么样呢 ？Fire burns trees, fire burns trunks。这句话不叫结论句，不叫推论句，为什么？讲述事实的。但是我跟你讲过什么？树木遇到如果跟你讲怎么样呢？树木遇到火的时候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好，这句话就叫推论句。为什么？有推测语气存在。OK， 事实句不会是结论句，它无从讨论。OK， 所以你在那一个人讲那一段里面，你可以先忽略掉所有的事实句。那你最后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就是他的想法。但如果你发现最后还剩下2、3句话，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人讲话里面还有前面还有中间结论，还有主结论。好，那这2、3句话谁才是主结论呢？第2个方法就出现了。最后剩下这2、3句话怎么样呢？去看它的内容，然后怎么样？记住，结论句是推论的重点。结论句可以推到其他句吗？不行，只有其他句能够推到结论句，结论句推不回其他句，听懂我意思吗？OK， 所以最后剩下这2、3句话，你就看谁是赢谁是果就好了，听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来，用这种方法抓中心句，这个可以帮助你干嘛？2件事情。第一件事，有一种题目叫做什么？叫做论点重现题，什么意思？学者 A 的想法，下列何者为真？通常就是这句话，听懂我意思吗？就是整个人论点的那个 summary 这样子 ，OK 哦。第2种题目叫什么？好，叫做关于某个学者，某个学者会相信下列哪一件事情？有看过这种题目吗？对不对？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用这句话去筛选，用他的基本立场去筛选那个方向不对的，或者他没有讲到的东西。那听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这个简单来说，做学者态度的细节题很有用，就是某某学者会相信哪一件事情这种题目，抓中心句很有用，你可以用他的基本立场来筛选。OK， 那抓这个句子，很多人不会抓，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读文章，你只会记得一句话一句话，你只会想说是在讲故事，可是他没有去想说这句话，这个人的想法如果要变成唯一一句话的话，哪一句话是重点？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抓中心句。他可能提出了很多个理由、很多个推论，前面拿了很多个证据，其实上他最后只是要推导到这个最后一个唯一的结论。OK， 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只有这个唯一的结论会帮到你这样子。OK， 好，再来，在这边我们会遇到第2个问题是哪些地方该快，哪些地方该慢。大家都知道说阅读很吃时间，其实很多时候吃时间是你自己的问题。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应该花很多时间在不会考到的地方 ，OK 哦？一整篇阅读的文章里面，只有30%是会定位考到后面题目的，剩下70%都是废物。大家听懂我意思吗？但问题来了，GMAT 这个考试又不是托福，你考过托福你应该知道，托福是题目在后面，然后怎么样？你可以随时先看题目再回来看文章，对不对 ？OK， 但是 GMAT 这个考试是怎么样？你只能看完文章之后，只有给你看第1题，你做完第1题才能看第2题。所以大家用的方法都是什么？一定要先看完1遍文章，再去做题目这样子。OK， 所以读第1遍文章，你就会有恐惧感，就会觉得说，好像我每一句话都要读懂，不然等一下考到了，我不就 GG 了嘛？听懂我意思吗 ？OK 哦。但是其实上这样会太慢，因为我们又不是 native speaker， 更何况连 native speaker 都会觉得这种文章的内容不是他们熟悉的。所以呢，来，请记住，阅读不需要100%读懂细读。如果你现在用的方法是每一句话都认真把它看懂，不懂还要回去考2、3遍的话，你一定花很多的时间。那你会说没关系，我对就好了。可你仔细想，
这些实践花下去之后，其他科目没有实现，不就最后还是没办法达到高分嘛，对不对？好，所以来阅读速度的快慢要有快有慢。我自己在看文章的时候就有分很明显的快慢，有些句子我会慢读，有些句子我会比较快的顺过去。什么样的句子要慢读？中心句、有态度的句子 ，OK， 好，有评价、有态度的句子或者是中心句，我会比较慢 ，OK。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事实句，什么意思？如果是事实，就不会是他的想法，他只是什么样佐证他想法的理由或论点，或者拿来批评别人想法的一些什么 counter evidence。是事实，是证据，是什么？举例的话，我就快，我尽量快，能听懂我意思吗 ？OK， 因为只要今天是事实，它就只是一个佐证而已，它不会是这个人的想法。OK 哦，好，那这个东西等一下不会是首要定位句，它比较有可能是定位到之后去对照选项的内容的东西。那等一下考到来看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考到的话，不用理它；考到的话再看就好了。我现在重点是什么？第一遍看文章重点是要让我等一下定位定得到才是重点 ，OK 哦，好，你不需要去担心等一下选项会出什么东西，选项出到等一下再回来看，印象最深刻。你现在只要担心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第一遍读的速度不能太慢，还有就是等一下定得到位。而定位通常靠什么？通常是靠中心句定位 ，OK 哦，好，来，再来第三个，读不懂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是最常遇到的问题，卡关该怎么办？是不是需要读长难句，对不对？好，但是重点是，来，各位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礼拜了，对不对？好，一个礼拜之内，现在叫你去读长难句也没什么用了。如果在考试的时候真的读不懂该怎么办？请记住，如果那句话读不懂，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不是重读一次，也不是怎么样的，也不是直接跳过，你是要做一件事情，搞清楚这句话的作用是什么。OK 哦。先判断它的语气是事实还是推论，这应该做到嘛，对不对？看动词就知道。再来看它前后文的位置，去判断它是属于说哪一个学者的证据，或者是哪一个学者自己的一些中间推论，这样子 ，OK 哦。好，理解作用就好了 ，OK 哦。好，所以在这个阶段，在第一个立场出现的时候呢，请记住一定要抓到中心句。然后呢，对于不是中心句之外的，尤其是所谓的什么不是中心，不是态度句。甚至只是事实、一些证据或者一些实验，这些东西全部都快速的扫过，它不是你定位的重点。就算今天是会考，它只会考你选项 ，OK？ 你到时候要回来对照就可以了，它不会在题目的题干就考验让你定不到位，不会做这件事情。好，读不懂怎么样呢？读不懂，理解作用就可以了 ，OK 哦。好，来。这是第一立场做的事情哦。好，那第一立场读完之后，通常主题加第一立场读完之后，文章也差不多快进入快一半的地方了。OK 哦。好，那当文章进入快一半的时候呢，基本上就会出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注意有没有第二立场，即是我们俗称的转折，就是 however 这种转折有没有另外的不同想法的人。如果你发现这篇文章过了一半，就是那个一半指的意思是那个篇幅的那个比例的一半。如果你发现这篇文章过了一半，都还没有另外一个态度出现的话，这篇文章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出现。那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因为如果第二个人是新观点，他如果要反驳旧观点，他一定要用更多的理由、更充分的理由才能达到旧观点，所以他的篇幅一定至少要等于甚至大于什么旧观点。所以你会发现，过去你读过的新旧观点文章都有个特色。旧观点讲很少，大概5、6行而已。新观点拉一大串，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要来反驳别人，就要准备比别人更充足，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OK 哦。所以我们可以倒过来想，如果文章过了一半都还没有转折，你就可以放心，文章后半不会再有转折了 ，OK 哦。但如果文章在一半之前有转折，我们叫第二立场出现了。这时候你要做哪些事情？就是换另外的人讲话嘛，对不对？进入另外一个人的想法里面，这时候。当然，重复我们刚刚做的抓中心句，然后呢有快有慢 ，OK， 然后还有什么读不懂的理解作用 ，OK， 好，然后再来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是不是作者，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有些时候文章里有一旧一新，但是新观点不是作者的观点，但是怎么样呢？选项你常常会选说主旨题要反驳旧观点，提出新观点，但这是错误的。为什么？这是别人在反驳，作者没有在反驳，作者只是叙述别人的反驳而已。OK， 所以这个东西跟谁有关系？跟主
文章里面，新观点或者是那个反驳是学者的反驳，作者只是帮他 present 出来而已，作者没有自己没有表态，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是不是作者的态度，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为什么你要注意作者有没有出现？原因是什么？作者第一个出现的那一句话，往往是主旨题的这种金句，你要记得这一点。你有学过这东西吗？对不对？作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好，然后再来跟前面立场关系，什么意思？很多时候不是直接反对你，有时候他帮你补充，他说你讲的东西是对的，可是忽略一些东西，帮你补充。等一下的记性我们会遇到这些文章，OK 哦。好，然后呢，评论跟替代这个东西也要注意，什么意思？所谓的评论意思是我说你的观点是错的，然后我跟你讲你为什么错，但是我没有说怎么样才是对的，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OK 哦，我说你的东西不好，但是我没有说怎么样做才会好，这叫评论 ，OK 哦。好，这种东西叫 refute、challenge 或 criticize，OK。那什么叫替代观点？就是什么意思？你的东西不好，那我认为什么东西才是好的？我自己有提出的跟你对等的观点来跟你抗衡，这叫替代观点。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今天只有评论的话，你只能说它是 refute challenge 这种东西，你不能说它提出了一个 alternative。但如果有这个，你就可以说怎么样呢？有两个 theory， 两个方法 ，OK 哦。好，所以第二立场，然后第二立场、第三立场、第四立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OK。好，然后呢，这个东西很重要，占比什么意思？这个新的立场在文章的比例是多还是少？好，因为主旨题到最后怎么样，搞不了好多个立场，2、3、4、5个立场 ，OK， 甚至有目前看到最多大概是最多是4个立场，但大部分会有2到3个立场 ，OK 哦。好，主旨题会比较注重在什么？注重在最大的那个比例最大的那个，所以你要观察它的占比这样子 ，OK。那基本上读到这边已经进入文章后半了，所以接下来如果再出现新立场，那你就重复2跟3就可以了 ，OK 哦。好，这些东西就是读文章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基本注意的地方。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哦，再来最后结尾出现的时候，文章快要读到结尾的时候，你要记住哦，结尾是剧院媒体最喜欢出怪招的地方。好，结尾是很多变的，有这5个结尾。第一个，把文章前面讲的东西收一个就是总结，你就会感觉出来前面讲的一些细部的东西，最后还可以干嘛？把前面的东西全部汇聚成一个 summary 总结 ，OK。第二个，让步局限，好，什么意思？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哦，我们等一下会举例给你看。这是基金出现5篇还6篇这种态度的。好，让步局限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文章前面都没有转折，都很漂亮，都讲的是同一个态度。你以为这篇文章不会朝别的态度了，结果突然在文章过了一半之后，快要结束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好两人。这个时候请记住哦，他的态度是什么意思？叫让步局限，意思就是什么？我没有在反对你，我只是在提醒你要小心，有一些例外 ，OK 哦，这叫做局限 ，OK 哦，它其实是不会影响到这原本的态度。好，这个是最特别的，这是对。然后再来第三个未定，最后会跟你讲说，我目前还是无法确定，目前还是无法证实，未来还等要更多的研究。好，这个让步局限会考什么题目？会考作者的态度题。这个未定会考什么题目？会考所谓的逻辑题，因为它等于最后留下来的东西让你 evaluate，OK 哦，好，然后再来延伸推论跟应用，这4个基金没有出现，基本上它的作用是说，把前面讨论的结论拉出来，跟你讲说这个结论可以应用到别的领域上面 ，OK， 好，但这次基金没有出现这样子，好，这4个是最常见的特殊态度。只要出现这4个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题目出现，就是什么？文章最后一段highlight起来问你作用为何 ？OK， 好，所以你在文章最后是要特别判断最后的特殊作用 ，OK 哦，好，当然你还要最后确定一件事情，读文章读到最后一个字结束之后，问你自己一句话：作者到底有没有出现？因为等一下当你开始做出日题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 ，OK 哦，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些东西是我们刚刚讲的没有？先读主题。先找主题，主题找完之后，好，它可以帮助你主旨题的那个内容确立，好，后半内容确立。接下来第一立场可以帮助你，中心区可以帮助你定位，这边可以帮助你的速度。然后呢，如果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你不要卡住。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后面就是新的立场出现的时候要判断怎么样这几个东西 ，OK 哦，好，然后呢，一直到文章结尾要特别小心，结尾最后会拉作用题出来